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我们的栏目《神奇的中国》。大家刚刚睡醒了，是吧？我是姚森，江湖人称森哥。那我这车是坐前面还是坐后面？还是我来开也行？就是还在做。第一次来到甘肃，也就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主要是，对呀，很有激情啊，叔叔，您说的对。然后呢，主要是第一次带大家去探索神奇的中国，对吧？那这个情况下不兴奋还能干嘛呀，对吧？神奇是啥意思啊？不是神奇。哦，神奇。对，就是神奇。哦，神奇。那行，那你到时候到了地方给我打电话啊。哎呀，看来我们迟到了，赶紧走吧。走吧，去拜。像昨天说的，这麦积山石窟啊，它不仅是这个中国4大石窟之一，它呢也是一处隐藏在大自然中的。我们刚刚到这里的这个环境就是一个，就是很大自然森林区。喂，夏主任。我们现在在那个石窟广场这边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您是在哪？我就在你后边呢。我在我后边。我看见你了。看见我了呀！哇塞，好明显哦！来了！哎呦，你好，夏主任。我们给他起的这个麦积山这个名字，就这个麦积山石窟，它这个名字。就是这个确实有点神奇。这个山是因为叫麦积山，是因为这个形象像个脉动，所以叫麦积山。哦 ，OK， 确实是哈。你从这边看的话，就好像也是一个脉动哦，所以它的名字就是从南面看更像。哦，我这边还是侧面啊。这是侧面，这是东面，南面的话，这个一个整体的脉动就看出来。哦，我这边就好奇啊，想问一下，就昨天晚上这个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是有看出来我是一个外国人吗？还是已经知道了？那个事先有介绍说一个非洲小哥。哦，我猜就是你吧？哦，因为你说的这个神奇没有咬清楚，就像个外国人，是吧？这话这个夏主任就把我这中文水平说出来了。这是一个小发音。OK。中国有句话叫做“自古名山僧占多”，风光好的地方啊，往往僧人都过来在这里修行。这个呢，就在这地方又建寺庙，又建这个石窟，造石窟的这个大规模造石窟的开端。李世民的老家也正是在这片，他是唐朝的皇帝。那咱们这开石窟的最早的皇帝，一个姓姚的，跟你这个叫姚森一样。好，那姚皇帝来了呀！你看姚皇帝，这话没说错吧？就是个姚皇帝，叫姚兴，你叫姚森嘛？对，我叫姚森，他叫姚兴。就咱们这旁边这个窟就也跟皇帝有关系。哦。你看这个泥塑是不是特别生动？你看它是泥塑的面庞，但是感觉特别有一种温度感，是不是？很温润，是不是？带着微笑，非常细腻，带着微笑，嘴角向上翘。它既有这个秀骨清向的那种骨相，它又有后来这个圆润的那种面庞，它不是太圆润，又不是太秀骨清向，它介乎两者之间，是不是？它是一种瓜子脸，对吧？对，是不是？为啥这个那么生动呢？它的面容是经过风化。你看那些面容啊，还没风化完，有那个色彩在敷着，但这个面容呢，它这个色彩正好被风化掉了，风化掉了，露出这个泥的原质，反而显得很生动，是吧？如果上面还附
会有那个色彩的话，就感觉就是有点对，比起他俩是这个这个是风化了1000多年了，所以说它这个色彩就渐渐脱落了。其实正好咱们这个时代赶上看到它的是最美的一面，最美的一面，是不是啊？哦，这个像啊是非常这个素雅，就像我们怎么形容呢？我们中国人就说这个西施比较美，怎么个美法呢？对，就说这个有个诗人叫苏轼说：“淡妆素抹总相宜。”它实际上就是用淡妆素抹的效果，所以这很有东方味的，很有东方美感在。对。如果他涂上口红，画上眉毛，那就不是这样啊，对。那肯定不是这样的，对。所以这种是一个东方的一个神秘的一种体现，美的体现在含蓄，对，也很美，就有点不清楚。那你想拍的话，这个怎么拍呀？就把这个镜头，就把这个手机镜头贴在上面。哦，对哦。我的现在特别清楚。对，而且旁边还有一圈的晕，有一种这个慢慢的晕染型，很有艺术效果。这样。好，夏主任，这是最大的吗？这里的最大的吗？对，这是麦积山崖面上最大的一尊佛像，摩崖的露天大佛。露天大佛。露天大佛，这也是中间一尊做大佛，两边立的2尊菩萨，一佛2菩萨。它雕出来的这个方式呢，也是咋做的呀？就这么大的，你小的还能理解，那大的就是先搭架子，搭那个脚手架，搭的这么高，然后呢，在这崖面上，你看那个用石头凿出那个衣纹，哎呀妈，对，凿出来之后呢，在这个衣纹上凿那个小桩孔，上凿上安上小木桩，木桩上安上那个麻绳呢把它给互相连接，然后就挂上泥巴，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泥塑起来了。那它里面的这些，就是还是能够看出来一些孔里面的一些木头，对，就是我们算是运气好，今天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工程师正在进行修复。我们把这个泥皮进行了一种拆解，发现里头它的含量是什么泥，然后用了什么其他的这个，因为里边古代是有添加了有那个在细泥里头添加了有那个细麻头，把麻这剁碎的那种麻头，还有这个棉花之类的，就掺进去，起到一种加固这个泥皮的作用。我们现在也采取这种传统的工艺，这个用同样的泥来把它加固。壁画还是很清晰的，尤其是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，这个壁画是后代重修，你看那有2层，看见没有？里边底下还有一层泥。对，它是外边上了一层泥，又画了一层壁画。这一步它这修木有点像熊猫，对，像熊猫。对，你说的确实。感觉很神奇，对，就感觉很神奇，就是它的神奇的一点。对，我们找到了这个佛像的这个神奇的一点。但是现在是熊猫，但是古代不是熊猫。它不可能古代画成熊猫样，因为古代也没把大熊猫看成是国宝，它也不把它当成一个标志。实际上，这个古代的时候啊，这个黑的部分它不是黑的，它是那种粉红色的。粉红色，它粉红色呢，它是红色里头加上那个白粉，那种白粉呢，它容易被氧化成黑粉，它就变黑了。那刚有一个游客投钱，对，这是自愿的，自愿的，搞保护维修的基金，保护维修的基金。对，那我也是得来一个嘛，正好我这边也有纸币，对，那完全可以做一个。现在我也是算是那个为保护这景区付出了自己的贡献哈，你们也赶紧过来。一般现在不带纸币，你还带纸币？对，不带纸币，因为还好这边还有那个二维码可以扫嘛，对，可以扫码券，对。之后不是飞天，叫迦楼罗，就是一种大鹏金翅鸟。就是孙悟空不是跟《西游记》跟那个大鹏金翅鸟干，他还没干过大鹏金翅鸟，
大家说就是佛座头顶上那个大鹏金翅鸟化作妖怪给他干的，就这个就属于大鹏金翅鸟。上面就哦，对，上面还有，那些壁画比较清晰，顶部还有对，对。那它这上面的话，之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一块这壁画都有啊。你看它壁画的，因为塌掉了，都有啊。地震，古代地震这个塌掉了，一直到那边都有看。都连着的。上面都有壁画的。这个那么大的窟，这是个皇帝开的。这皇帝开的，北周的皇帝。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，就是你在这边撒这个树叶啊什么的话，按正常的这个规律来讲，应该是往下，但是这边的这个神奇的现象就是它不会往下去，反而就会往上飘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，看看这边有多么神奇哈。那个，所以这个地方也叫散花楼哦，散花楼就是散花楼，就是拿花这一散就飘起来了。就这个意思。为了环保，所以我们就来一点点的这个纸片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你看，就飞起来了，看，都飞起来了。哦，开始。啊，平手。你多大了？80多了。他年轻，你肯定。不是你，那肯定是。那说明你厉害。对，那就是厉害哦，太厉害了！这个还能62的。可以，佩服。你是运动员吗？没有。练过武术的？没有，什么都没练。什么都没练，什么都没练，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。游泳啊。游泳那说明爱好游泳，那就是上臂力量很强。刚才有一个大哥，还是一个叔叔跟我练这个 arm wrestling 啊，就是太厉害了，他都60多岁了，太厉害，我都丢脸了我。对他是应该适合当个拳击运动员。他就在旁边，然后他就在旁边，咱们俩直接过来，就是我看他是有备而来的哈。就是他能是跟你试，他就觉得对啊，就觉得有信心，对。皇后比较嫉妒，觉得这个皇帝跟这个以弗氏的旧情不断，皇帝就很为难，就把这个以弗氏就说是就把他就赐死了。住的时候都是砍树。